你試下想象呢個畫面，你今年70歲，老伴已經走咗好幾年，你一個人住喺一套做咗30幾年嘢先買落嚟嘅舊樓度，你有2個細路，個女出嫁要買樓，個仔想重要佢哋都算孝順，週末成日會翻嚟食飯，日常開銷成日都幫你俾一家人出去飲茶，個女好真誠咁同你講，老太不如趁早將層樓轉俾我哋啦，一嚟將嚟唔使搞遺產手續咁麻煩，二嚟你都可以申請政府啲長者津貼，唔係要查資產咩？佢話呢啲都係為你着想，你個心即刻暖一暖，簽咗個名，手續辦完之後，第1個月一切好似冇乜唔同，第2個月就新抱開始催你沖涼，哇你洗得太耐，塞水塞電，要注意幾句。第3個月你感冒發燒，打俾個女，佢話老劉我公司好忙呀，你自己去睇醫生先啦。打俾個仔，佢話曹外母今晚要嚟食飯，屋企人多手腳亂，你喺房度唞下啦，唔好落樓啦，費事嚇親啲細路。嗰晚你聽見樓下全家人都喺度歡笑，唯獨是你好似變成咗一個多餘嘅影子，先至被擺喺角落頭嘅高架上。呢個並唔係電視劇嘅情節。呢個係當年我喺電台做節目嗰陣，一位聽眾打嚟親口講述嘅真人真事。我成日同身邊啲朋友講，人到晚年最怕嘅真係冇錢咩？唔係，最怕嘅係冇自己嘅位置。你以為你係為啲細路好，將成副身家提早交出去，但好有可能你係親手拆咗自己晚年嘅避風港。如果你唔想自己嘅下場先係守住一間雜物房，孤獨咁望住天花板，咁今日你就要定下心神，慢慢聽我同你拆解，點樣先至可以守住晚年嘅根基，穩住人生最後階段嘅底氣。要講呢個問題，我哋首先要直面人性，人性好啱，但又好真實。好多老朋友會話我啲仔女唔會咁樣對我，佢哋都好孝順，我絕對相信你啲仔女本性係善良嘅，但係未經考驗嘅人生係經唔起推敲嘅。呢個唔係我講嘅，係千百年嚟歷史同文學作品反覆話俾我哋知嘅事。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點解會炎涼？點解會冷？因為人嘅注意力天性會追隨權力同資源嘅所在。當你手揸住權柄，揸住錢，你就係嗰個家族系統入面嘅太陽。所有行星，你啲仔女，你個新抱女婿，佢哋嘅軌道都係圍住你轉嘅，對你噓寒問暖，定時定候嚟探你。我講得難聽啲，呢種關心本質上係一種對資源擁有者嘅敬畏同靠攏。之但係當你主動將老本全部清空，你就等於親手將太陽嘅能量熄滅，將資源轉移走咗。太陽冇咗光，冇咗熱，你點樣仲可以期望嗰啲行星嘅繼續沿住舊嘅軌道運行呢？嗰個時候家庭權力個河就變咗，你會由一個供應者一夜之間變成依賴者。以前係仔女問你攞零用錢，你嘅存在係功能性嘅，你仲可以調節個水龍頭調劑一下，但一旦變成你問仔女攞零用錢，你就去問佢哋攞錢睇病，攞錢買餸，甚至買包紙巾都要睇人面色。你呢個人嘅存在就由功能性變咗做消耗性，你唔再係幫手解決問題嘅人，你本身就成咗一個問題，一個需要被解決嘅負擔，利用身份嘅轉換去理解資產移交，怪唔得啲仔女變臉。呢個唔係人性本惡，呢個係面對資源錯配嗰陣嘅自然反應。當你再冇資源可以俾出去，反而要調轉頭消耗佢哋嘅時間、精力、心情嘅時候，對你嘅尊重，嗰啲過分嘅遷就就會自然消失，取而代之嘅係厭棄，係唔耐煩。呢個就係點解我成日強調你付出越多，最後反而越卑微嘅原因。既然明白咗守住位置嘅重要性，亦都清楚咗太早分家嘅終極風險，咁樣具體應該點樣做先至可以喺風雨飄搖嘅晚年穩穩守住屬於你嘅位置？呢個就回歸到今日核心要拆解嘅，就係如何用一生去確定晚年根基，以及如何揾到人生真正嘅財位。好多人對財位有誤解，以為喺屋企邊個角落擺個水晶掛幅畫，咁樣就係催財。嗰啲係風水師傅講嘅，有用冇用我唔去評論，但我所講嘅財位係心法，係內功，係你作為一個睿智長者必須修習嘅功夫。你人生最後階段嘅真正財位，歸根結底就係你嘅尊嚴、你嘅自由以及你嘅自主權，而呢一切都一定要建基於你守得住下面呢3樣嘢。第一樣要守嘅就係經濟嘅絕對主權，我講嘅唔單止係錢，係一種話語權。
我同你講句實話，錢唔係萬能，呢句說話冇錯，但係對老朋友嚟講，保護你晚年嘅尊嚴，佢就係萬能。你每日擘大眼衣食住行，醫療開支樣樣都係錢。如果你冇經濟主權，每一分錢都要問仔女伸大手板，你就會發現你連你今日食叉燒飯定係食雞飯嘅自由都冇。就算有良心嘅仔女，好樂意供養你，佢哋都有自己嘅家庭，要供樓，要供車，要供啲細路讀書。你個存在好快就會變成賬簿上嘅一個數字。當你嘅生命價值被量化為一個支出數字嘅時候，你仲有咩尊嚴可言？所以經濟嘅絕對主權係你嘅護城河，係你嘅底氣。記住我呢句說話，錢可以分小部分，但一定要留大部分仔女遇到急事，譬如大病或者短期嘅周轉唔掂，你可以適量動用備用金，攞少少出嚟幫手，呢個係情分，呢個係做人父母嘅慈悲。但係你嘅核心資產，嗰筆退休金，嗰筆養老保險，嗰套自住嘅舊樓，呢啲係你賴以生存嘅根。呢筆錢你一日未聲眼，一日都唔可以過戶，就算要過戶，都一定要附帶法律條件，例如保留終身居住權，千祈唔好信口頭承諾。去到嗰個地步，一切都係白紙黑字，最靠得住，最好攞一份持久授權書。喺你清醒嘅時候，授權一個你信得過嘅專業人士，而唔係直接將資產轉交仔女咁樣做。一來可以防止仔女過早得到遺產之後變臉，二來又可以確保喺你神志唔清嘅時候，有人會按照你嘅意願去管理財產，支付你嘅醫療費用。呢個操作非常之重要。好多老朋友覺得我哋咁親，唔使防住啲仔女，我哋講感情，你記住利益面前感情係脆弱嘅。你今日覺得傷感情嘅操作，可能就係日後救你一命嘅關鍵。如果你以為淨係守好個銀包就足以安享晚年，咁你就將人生睇得太簡單啦。錢可以買到一張床位，買到一碗粥，但買唔到發自內心嘅尊重同關懷。試想像一下，假如你有一大筆錢，但中風患咗半身不遂，每日要啜住紙尿片等人幫你沖涼翻身餵飯，你啲仔女因為你啲錢都可以請個工人俾你，或者輪流嚟睇你，但佢哋對你嘅眼神係機械化嘅，係交差式嘅，有幾多係真心關懷嘅？久病床前無孝子，呢句說話流傳咗幾百年，唔係冇道理嘅。當你嘅身體變成一個需要被處理嘅問題，當你身上散發出藥油同衰老嘅氣味，你好快就會由呢個家嘅權力核心變成一個等待被安排嘅對象。所以我要講嘅第二樣要守嘅，就係你個健康獨立權，呢樣嘢比錢更重要。健康唔係話你活到幾多歲，而係有尊嚴、有自理能力，活到老都唔使拖累仔女。呢種狀態係父母對仔女最大嘅慈悲。好多老朋友犯嘅最大錯誤就係以為後生嗰陣用健康換金錢，年老嗰陣就可以用金錢買翻健康。呢個絕對係妄想。健康呢個業力一旦冇咗，就算你住喺千萬豪宅入面，食緊山珍海味，又可以點樣？當你能夠自己起身行去茶餐廳嗌杯茶，兩請點心，同伙計打個招呼，討論下賽馬，呢份自由自在值幾多錢？呢份唔使麻煩他人嘅尊嚴又值幾多錢？你活得精神爽利，鮮如洪鐘，腰板挺直，你啲仔女見到你自然會心生敬畏，佢哋會覺得我屋企個老頭子仲好硬淨，仲係我嘅靠山，屋企有大事，仲要翻去問老人家嘅意見。你嘅健康本身就係一種權力嘅象徵，相反，如果你病難等行路到喘氣，仔女見到你第一時間係驚係擔心，佢哋會諗，唔知幾時又要去醫院排隊，又要賠嘢，我又要請假。你由一個靠山變成咗一個計時炸彈，呢種心態嘅轉變唔係仔女唔孝，而係現實生活壓力下嘅自然反應。所以你守住健康，就等於守住咗家庭嘅福氣源頭，你係福星亦係定心丸。呢個身份係你晚年尊嚴嘅重要基石方法，唔使複雜，唔使去健身室舉鐵，每日堅持散步半個鐘，打下太極，均衡飲食，清淡得嚟營養要夠，蛋白質要足，因為肌肉流失係衰老嘅最大敵人。定期檢查身體，有病就要睇醫生，將西病掐滅喺萌芽階段，呢啲全部都唔係麻煩，係你對自己嘅責任。你對自己嘅身體負責，就等於對你啲仔女嘅荷包同時間負責。
喺健康同經濟之外，仲有一樣嘢需要守住，就係生活空間上嘅獨立。如果情況許可，盡可能同仔女分開住。所謂相煎何同住難，兩代人嘅生活習慣、價值觀，甚至睇電視嘅頻道、沖涼嘅時間都可以成為衝突嘅導火線。保持一碗湯嘅距離最理想，即係話你煲一煲湯，端過後俾佢哋嗰陣個溫度仲熱緊，呢個距離啱啱好，既保持親密聯繫，又避免雞毛蒜皮嘅摩擦。呢種空間上嘅獨立，又建基於你嘅經濟同健康之上。所以你睇經濟、健康、空間呢三樣係環環相扣嘅，缺一不可。講到呢度，好多老朋友可能覺得呢三樣我都齊晒，但晚年依然過得好唔舒心。點解？因為漏咗最重要嘅軟件，就係心入面嘅神秘感同威嚴。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三樣要守嘅。好多人以為做人父母就要對仔女坦誠相見，事無大小都講乜都要問佢哋意見，咁樣就錯啦。當你將自己所有底牌都攤開喺仔女面前，你就冇任何籌碼可言。你試想象一下，你而家同個女講，我隻腳又痛啦，我行唔喐啦，我邊度都唔想去啦。你又同個仔講，我就剩得嗰幾十萬，專才本都唔知夠唔夠用到百年歸老。你以為你喺度分享信息，但喺仔女嘅潛意識度，你嘅形象就由一個強者變成咗一個弱者，由一根定海神針變成咗一個需要被同情、被安排嘅對象。一旦呢個印象建立咗，佢哋可能就會開始用對待細路仔嘅態度嚟對待你。譬如屋企有啲重要決定，佢哋唔再認真諮詢你嘅意見，因為佢哋覺得你已經老啦，思想同時代脫節啦。佢哋可能會用一種氹細路嘅語氣同你講，你唔好操心啦，我哋會搞掂噶啦。表面上係唔想你操心，實際上係一種權力嘅爭奪，將你排除喺家族核心決策之外。你嘅人生經驗、你嘅智慧喺被同情嘅目光下全部變得一文不值。呢種精神上嘅隱蔽比物質上嘅激發更令人心寒。所以你要守住呢一點，就係要保持三分保留，唔好乜都同仔女講你嘅財政狀況，講個大概就得，只需要令佢哋知道你夠用，等佢哋唔使擔心，唔使將具體數字和盤托出你嘅病痛，適當講下，但唔好日日掛喺嘴邊，日日都就會變成狼嚟啦。等到你真係有大問題嗰陣，佢哋反而麻木晒。你要適當展示生活，但唔係你生活嘅全部。你可以去學嘢、去旅行、去見朋友，將日子過得充實而有神秘感。當佢哋打電話俾你問你喺度做緊乜，你可以從容咁話，啱啱同個老朋友飲完茶，晏啲仲有堂課，幾得意。等佢哋覺得你依然係一個擁有自己世界嘅人，呢個世界唔係圍住佢哋轉嘅。呢種神秘感會產生一種距離感，而適當嘅距離正正係產生尊重嘅土壤。更重要嘅係，你要做屋企嘅定海神針。咩係定海神針？就係無論外面風浪幾大，仔女遇到咩挫折，翻到你身邊見到你，佢哋個心就可以定落嚟。點解？因為佢哋覺得你唔會倒下，即使你心入面都有擔憂，你都唔好全部表現出嚟。你要用你嘅人生智慧，淡定咁去幫佢哋分析，指引一個方向，哪怕只係陪佢哋飲杯茶，睇一陣電視。你呢種沉穩豁達、處變不驚嘅氣度，就係你晚年嘅威嚴。呢種威嚴唔靠錢，唔靠命令，而係靠你一生嘅修為一點一滴累積出嚟嘅，令仔女覺得只要有我家老頭子喺度，個天就塌唔落嚟。咁樣就算你身無長物，你喺呢個屋企依然係一個巨人，依然處於核心位置，呢個位置永遠冇人搶得走。講到呢度，你可能會明白，講咗咁多，又係要守住經濟，又要守住健康，又要守住心理威嚴。講到底，我晚年嘅真正財位到底喺邊度？係咪風水師傅講嘅擺個吉祥物就得噶？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你知，絕對唔係。如果你以為靠外在擺設就可以催旺晚年運，咁就真係用錯晒心思。我所領悟嘅財位係向內求嘅，係你對生命本質嘅洞察同態度。真正嘅財位唔喺銀行戶口度，亦唔喺風水擺設上，而喺你個心態入面。你個心態我稱之為慈悲嘅強悍。咩叫慈悲嘅強悍？就係你要明白，人生到最後其實係一條同自己嘅對話。仔女孝唔孝順，社會服務好唔好，呢啲都係外援，係你控制唔到嘅變數。如果你將晚年幸福寄託喺呢啲外援上面，
面，你就等於將自己嘅快樂鎖匙交咗俾人，佢哋對你好你就開心，佢哋忽略你就崩潰，咁你同一個扯線公仔有咩分別？你要學識將重心收翻去自己度，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強悍。而慈悲就係當你洞悉咗人性嘅軟弱同涼薄之後，你選擇唔去憎恨，唔去抱怨，而係用一種豁達嘅智慧去圓融呢個世界嘅唔完美，包括圓融你自己嘅仔女可能出現嘅窒息。但記住，慈悲唔等於軟弱，唔等於任人擺布。我喺前面反覆強調，你要有經濟嘅底氣，你要有身體嘅獨立，呢個就係你強悍嘅底氣所在。點樣先至可以收到呢種心態？第一步就係要學識對仔女講唔，呢個唔字係好難講出口嘅，尤其係面對自己嘅親生骨肉，佢哋眼淚汪汪同你講，老李，我公司爭少少錢周轉，你借住俾我先渡過難關啦。或者同你講，老媽，我想換間大啲嘅樓，你幫我做個擔保啦。你嗰一刻心會好痛，你會覺得唔幫自己就唔係一個好父母。但你要記住，你幫咗佢，你係用緊自己嘅棺材本去填佢嘅未來。萬一佢生意失敗，萬一佢供唔起樓，到時佢唔單止會仆街，仲會連累你一齊俾人拖落水。你個晚年就會由本來可以安安穩穩變成一場噩夢。學識講唔係冷血，唔單止係對自己負責，亦係對仔女負責。你必須俾佢哋知道人生嘅困難終歸要自己去面對同解決，你冇可能永遠做佢哋嘅救生圈，你適時放手，佢哋先可以學識自己行路。你要捨得俾佢哋承受少少風浪，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父母之愛。你嘅拒絕短期內可能會令佢哋唔高興，甚至會埋怨你，但長遠嚟講，呢個促使佢哋成長，同時亦保護咗你自己最後嘅安全網。當你能夠平靜而堅定咁講出唔知，並且唔需要太多借口去解釋嘅時候，你就開始攞翻生命嘅主導權。第二步就係要捨得使錢喺自己身上，呢個觀念同我哋傳統社會入面嘅美德有好大衝突。好多老朋友成世死慳死抵，唔捨得食，唔捨得住，去旅行覺得嘥錢，為自己使多1蚊都覺得係罪過，將最好嘅嘢全部留俾啲細路，自己就過到成個苦行僧。咁我同你講，呢個諗法大錯特錯。你咁樣做唔單止係對自己嘅缺待，更加係對仔女嘅輕視。當你自己都唔珍惜自己嘅時候，你點樣可以指望人哋會珍惜你？佢哋會尊重一個衣衫陳舊、周身病痛嘅老人家咩？唔會嘅，因為你個外在反映住你個內在。你若果唔愛惜自己，仔女就會覺得你唔值得擁有更好嘅生活。久而久之，佢哋會覺得你嘅犧牲係理所當然嘅，甚至會嫌你唔夠體面。你試下改變一下，將一部分錢投資喺自己嘅快樂同舒適上面，去買件質地好啲嘅衫，去試下有啲名氣嘅餐廳，去報個團，去睇下你一直想去但唔捨得去嘅地方。當你將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精神爽利、見識又廣，你散發出嚟嘅氣場係完全唔一樣嘅。你唔再係一個等待別人施捨關懷嘅老人，而係一個懂得享受生活、有品味、有活力嘅生命體。呢種自愛嘅態度係會傳染嘅。一個懂得自愛、活得精彩嘅長輩仔女反而會主動行近你，因為人生總係迷惘光明、迷惘正能量、有生命力嘅一人，佢哋更想聽你分享去過嘅地方、見過嘅故事。你將自己變成一個發光體，你就唔使再卑微咁去乞求邊個嘅陪伴，佢哋好自然就會俾你吸引過嚟。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喺家庭關係入面最真實嘅應用。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份禮物，而唔係一個包袱。好啦，成個邏輯鏈條已經好清晰。我哋由一個揪心嘅真實故事開始，指出太早分家嘅終極風險就係會令你由家族嘅太陽鏈會被遺棄嘅影子。然後我透過分析講明守住位置嘅重要性。一旦父母放棄咗呢個位置，成個家庭結果就會失衡，陷入困境。為咗避開呢個困局，我提出咗必須用一生去修嘅3大功課。第一，守住經濟嘅絕對主權，嗰個係你嘅尊嚴同底氣，係你嘅護城河。記住，細路有難可以幫，但老本絕對唔可以喐。第二，守住健康嘅獨立權，千祈唔好成為仔女嘅負擔。你嘅健康就係全家嘅福氣源頭。第三，守住心理嘅神秘感同威嚴，唔好乜都同仔女講，要保持3分保留，做佢哋心目中永遠嘅定海神針。最後我將一切歸結到心態，晚年真正嘅財位
就係一種慈悲而強悍嘅心態。具體點樣做，就係要學識講唔，學識將錢使喺自己身上，將自己變成一個發光體。成個過程其實就係一場修行，人生到最後拼嘅唔係銀行度嘅數字，而係你內心嘅嗰份從容同淡定。各位老朋友，趁你仲有選擇權嘅時候，好好規劃你嘅晚年，唔好等到人哋嚟安排你嘅命運，你要學識自己掌控自己嘅命運。你要做一隻矯健嘅老爹，就算年紀大咗，依然可以傲然飛翔喺天空，唔好做一隻俾人餵養困喺籠入面嘅金絲雀。我希望今日呢番說話可以俾到你少少啟發，少少警惕。更加重要嘅係可以俾到你行動嘅勇氣。你身邊有冇見過太早分家產嘅悲劇，或者你對如何守護晚年嘅尊嚴有住點樣嘅體會？我好誠摯咁邀請你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將你嘅故事、你嘅見解寫出嚟。我雖然精力有限，但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去閱讀每一條留言，因為我想做嘅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頻道，而係一個老朋友之間可以互相取暖、互相扶持嘅平台。你嘅分享好可能就係另一位正處於黑暗中嘅老友記眼前嘅盞明燈，亦都請你將呢段說話轉發出去，分享俾你最關心嗰幾位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呢個轉發動作係舉手之勞，但可能功德無量，因為就係你嘅一個轉發，或者就可以改變一個人晚年嘅命運，令佢避開一場家庭倫理嘅悲劇。如果你唔想你嘅晚年俾人性同年月吞噬，如果你想同我一齊做一個清醒、有尊嚴、有智慧嘅長者，咁你一定要關注呢個頻道，等我哋互相陪伴，一齊行好人生最後呢段路。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次再會。